不起，我来晚了。给我滚！哥，嫂子，这咱妈刚走，你就要把我赶出门吗？哼，咱爸咱妈都已经走了，你还在这干啥？这个家现在没你的份儿。哥，我是你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，你就这么狠心吗？别给我废话，让你走你就走，怎么这么多话呢？不是我说你，你也这么大了，不可能一直吃我们的喝我们的吧？自己总得自力更生吧，赶紧走啊，别在这儿碍眼。哥，嫂子，当初咱爸妈走的时候说让你们好好照顾我，而且我现在连学都没上完呢，你们又要把我赶出去。你上不上学关我什么事啊？再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呀，上什么学啊？听明白你哥的意思了吗？啊，你也这么大了，可以找个人嫁人了，别一直赖在我们家，拿着你的东西，赶紧滚！是死是活跟我们没关系。听到了吗？怎么着？不服气啊？赶紧给我滚！滚啊！聋了！哥，行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我今天不靠你们俩，我自己也能过得好好的。赶紧滚！别再回来了！一转眼5年时间过去了，我这次回来就是要看看我那个狠心的哥和嫂子到底过得怎么样。我要告诉他们，即使没有他们，我过得一样很好。呀，这不是小花吗？啊，俊梅婶，是你啊？呀，这么多年没见，混得不错呀。这混得还行吧？哟，那你现在回来干啥呀？我不是这么多年都没回来了吗？我回来看看我那个哥还有嫂子过得怎么样了。哎呦，别提他俩了，真不是个东西。把你赶走以后，把老房子都卖了。是啊，真的假的？我哥怎么能这么做呢？谁知道他呀？不知道2个人把房子卖了，拿着钱上哪快活去了呢？那可是我爸妈留给我们的唯一念想，他们俩竟然这样把房子就卖了，真不是个玩意儿。是啊，一个村人都看不起。哎呦，我看你要回来呀，去看看吧，家里啥东西都没有了。行，是我现在就回家看看去。好，行，走吧。竟然是真的。嫂子，花，还真是你，你回来了。嫂子，你还记得我呢？看你现在混成这个样子，不怎么好过呀。还行吧，花，让你看笑话了。嫂子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恶有恶报，老天长眼，你们俩以前怎么对我的，现在我加倍还给你们。花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哥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跟着他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告诉你，花，你可以说我，但是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你哥。我这么说他怎么了？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。你们2个把爸妈给我们留的房子都给卖了，要不是一个好心人捐助我，我连大学我都上不完。人家一个陌生人都能对我施出援手，你们俩呢？一个亲哥，一个嫂子，是怎么对我的？我恨不得你们俩早点死！你没良心的东西！你现在既然站在这里给我这样说话，要不是我们，哪有你的今天嘛？你哥已经死了好几年了，这下子如你所愿了吧？你说什么？是你没听错，你哥他已经去世几年了。像我哥这种人，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死了？你以为你上学给你捐钱的人是陌生人吗？哪有那么好心的陌生人呀？
是你哥安排我给你打的钱，为什么会在生日当天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那房子为什么卖了？为什么卖了？咱爸咱妈那个时候生病多严重，欠了多少钱，你不清楚吗？不把房子卖了，怎么还债？而且你哥那个时候还身有重病，他都不敢说，不敢连累你，怕耽误你的学业。你现在居然这样说你哥，你哥要是泉下有知，他心里不难过吗？嫂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还问我是不是真的？我能拿你哥的生命开玩笑吗？那我哥呢？你哥，他。哥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爸，别哭了，事情都过去了，你哥在天上看着我们呢，希望我们好好的。嫂子。儿子，妈难受，你给我拿点药去吧。你说你在屋里躺着好好的，怎么就难受了呢？儿子，我也不知道，这忽然难受的厉害，妈真的受不了了。你个死老婆子，一天天那么多事儿，喝点热水不就好了？不行啊，我疼了一晚上，我没敢吭气儿，妈实在受不了了。我让你在我家住着已经很不错了，现在还想给我要钱买药，你想什么呢？啊！我可是你亲妈，你不能看着我这样难受。你要不是我亲妈，你连我家的门都进不来。还好你是我亲妈，我施舍给你个地方让你住着，你就安分的住着，有病啊忍着。就是啊，我看你啊，就是一天天啊吃的太饱了。妈不要多，10块够买药的就行。10块钱，我干一天也多少钱？账我就要10块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不给。我告诉你，老太婆，这世上只有妈养儿，哪有儿养妈的道理？儿子，妈实在难受，你不能看着不管呀。你死了没有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现在想死，你赶紧走2步，上我大哥家，死我大哥家门口啊！别死我家门口，到时候啊，我还得给你掏钱举办丧礼呢。就是啊，你有病赶紧去上我大哥家去找他要钱不就完了？在这儿啰啰嗦嗦。再装，你怎么不直接挠死在这儿啊？一天天的装的挺像。以后别让他在咱家住了，万一是传染病传染给咱俩咋办？得的，顶多是个猪瘟。哎，干啥？儿子，给妈拿点钱吧，妈难受。你不是在老二家住着吗？这生病还找我要钱啊？老二他不给。他不给你就找我要啊？这说好的养多久，我已经养了啊！你现在在他那边生什么病都要找他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哦，你在他家生病了，那还找我给你治？那你跟在我家住着有什么区别？儿子，我可是你妈，你不能这样看着我难受，是不是？别给我说没用的，那老二都能看着你难受，我为什么看不了啊？你咋能跟你弟弟学着？你可是老大。行了，你说完没有啊？哎呀，你别死我家门口了啊！
有什么事儿找老二啊！滚滚滚滚滚！滚啊！吃。榴莲，你妈，我妈咋了？你说啊！你妈，是你，快点过来吧。妈，好一点没有？好多了，等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再把药给吃了啊。好。妈，你回去就好好养着，放心呢，有我呢啊。王傻柱啊，你可真行啊，真有出息啊！要不是今天大狗看见咱妈躺在地上，今天会酿成什么大祸还不知道呢。你真是一个好儿子。妈，咱先回家啊。出来呀！还好意思在那站着，杵在那干啥呢？药也不知道拿，茶也不知道送，要你这种儿子有什么用啊？白长30多岁了。你连孝道都不懂吗？这个道理。媳妇儿，我……你谁吧你？要不是今天大狗发现及时，你哭来得及吗？现在出啥事还不知道呢，丢不丢人？咱妈2个儿子，居然能让咱妈病倒在外面，没人管没人问。老二那个没良心的，不管也就算了，你作为大儿子也领着头不孝顺，是不是？你想让邻居们戳咱俩的脊梁骨啊？养你是干嘛用的？早知道你长大这个样子，你小的时候掐死你得了。你小时候生病，咱妈少花1分钱，你能活到现在吗？能娶上媳妇吗？现在你妈年纪大了，需要你孝顺的时候了，你置之不管，你的良心呢？都去哪了？让狗吃了吗？那可是生你养你的妈，养条狗都比你强。媳妇儿，就是我看老二也没管我，一时就……你跟老二比干什么？咱妈没有养你，没有生你吗？他不是人，你也要跟他比，他不是人吗？你管他孝不孝顺干嘛？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了，你这样子心安理得吗你？羊羔有跪乳之恩，乌鸦有反哺之意。我看你连畜生都不如，咱俩这日子也没办法过了。自己好好想想嘛，咱妈你不养，